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讲 AI 泡沫人体蜈蚣的故事吗？哎，算是人体蜈蚣吧。这个人不是人体蜈蚣，这个名字有点太有碍观瞻了啊！刚吃完晚饭，这个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好，喝口水，咱们继续。想问一下，几年前国内各种云供应商互相厮杀的时代，驻场工程师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职业体系了吧？云供应时代的驻场工程师也会提供前期部署以及后期维护和企业定制工作，和 FDE 的差异，我感觉无非是 FDE 能依赖 AI 更快的是这个生产工具啊，这个和更深度的行业背景，但本质上区别不大。这个还是很大差异啊。其实很多的企业创业也好，或者说，很多企业成功也好，就是能够找到一些区隔出来啊，然后找到一些这种差异出来。这个玩意儿呢，我们在企业里管这东西叫方法论，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说，哎，我找到一套方法，把这某一个特定的，这种品类、行业或者是服务把它抽象出来，对吧？然后找出跟其他的差异来。哎，你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像，跟这个有点像？那这样就永远成功不了啊！因为当时云计算刚出来的时候，就一帮人说："哎呀，你看云计算嘛，这不就是服务器租赁嘛，对吧？这有什么新鲜的？"抱着这种心态的人呢，就永远做不出云计算来，对吧？这个还是要找到其中不一样的地方，而不要去找原来差不多的地方。补了周三的读评啊，听到了派遣工程师，一下子明白了这个，但是派遣工程师跟这还是差挺大的啊。派遣工程师通常是不去跟顶层接触的，也不去解决根本的问题。GPT 20美金的套餐开始够用吗？啊，开发够用吗？不够，真的不够。这个，呃，可以给你们瞅一瞅啊。这个，我现在另外一头在干嘛？等我看看这个怎么能把它弄出来。有一个东西叫 Spice，叫什么 SPECI Specify 啊，应该叫这样，叫 Specify。那个玩意儿实在是太耗 token 了，可以给你们瞅一眼。这儿呢，这边还在不停的干活呢，对吧？他这个玩意儿挺好玩的，就是你告诉他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他就嘁哩咔嚓给你规划出来，然后去干活去，对吧？他得干这样式的。你上这种东西的话，这个20美金是铁定不够的啊！我现在已经大概上午干了一会儿，到中午就告诉你说不行了，对吧？然后说必须要停2个小时以后才能干活，然后下午2点接着干，然后现在还能干活。我现在就是后台一直干啊，提好要求让他自己干就完了。这个呢也确实省事儿。但是这个还是这个太好 token 了。是什么银行卡可以买 ChatGPT 的套餐呢？这个国外的银行卡啊，国内的肯定不行。香港的 Visa 是不是不能充值 ChatGPT 和 Cloud？好像是不行的啊，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你用的 IDE 是 VI Studio，对 VI Studio，用200美金的用不起怎么办？我也用不起，那就是它是5个小时嘛，就是你干5个小时歇会儿呗，对吧？稍微对自己好一点，而且这种系统其实都是在后台自己干活，对吧？你也不用太管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将就吧。你像5个小时嘛，你中午出去吃个饭或者稍微歇会儿，对吧？这不就又可以干活，又可以干5个小时嘛，所以不用太担心。咱们不用太虐待自己啊。
我觉得彻底不够用的是什么？就是同时多个账号一起跑啊，或者说你开多个窗口一块跑，那个是肯定不够的。好，今天呢，咱们的故事是算力三国杀啊，这个 OpenAI 拿了英伟达的投资去养小三啊，又投了一个 AMD 啊，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也是在11前的一个事儿吧。但是呢，11期间呢，肯定大家都在玩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就没有花时间去讲这个事情啊。现在呢，就是这个稍微花一点精力去研究一下。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算力三国杀 OpenAI 拿英伟达投资的钱去养小三了啊，又投了 AMD 这个事儿，把英伟达的黄仁勋都震惊了，说还能这么玩吗？啊，太夸张了吧？为什么要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交易确实是很复杂啊。作为一个这个做了好多交易的投资人来说，我觉得呢，我可以稍微有点义务吧，给大家去讲解一下，说这个交易到底是怎么做的，看的人眼花缭乱，对吧？很多人说这有什么可讲的？这不就是对吧？空手套白狼吗？这不就是这个吹泡泡吗？泡泡要破了。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成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东西从法律上它是怎么成立的，对吧？这个交易到底怎么做？谁给谁钱？给完钱以后，这个股份怎么拿？拿完股份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还是要去讲一下的。首先呢，这个故事呢确实比较混乱啊。一开始呢，这个事儿是怎么开始的？最开始是 OpenAI 宣布要自研芯片，跑去跟博通合作去了。对吧？全世界做这种 AI 芯片的老大是英伟达，老二不是 AMD 啊，老二也不是这个英特尔，老二是博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大概有30%是博通的啊，50%是英伟达，或者50%再多一些是英伟达的，剩下是博通和其他的去瓜分。博通还要比剩下那些加起来都要大一些啊，这是跑去说我要定制我自己的 AI 芯片，然后呢？OpenAI 就跑去到这个 Oracle 去下单去了啊，说我们去做这个 Stargate 吧，对吧？星际之门吧。这个星际之门 Oracle 要去建设，那么这个 OpenAI 说来，我来下单，你要建设这个星际之门的钱，我先把它买下来，对吧？这个花了3000亿美金，我把星际之门的这个算力直接签个协议，我把它都租下来了，对吧？导致这个拉里·埃里森啊，当了几个小时的首富 叫 Oracle 的这个股价暴涨，咱们还专门录了一期直播啊，这个跟大家去讲这个故事。然后这个英伟达就跑出来了啊，说这不行啊，我是老大，对吧？你得用我们家东西啊，跑去投资 OpenAI 去了，说来1000亿美金给你，对吧？采购10G 瓦的啊，它这个叫Vera Rubin 啊，这应该下一代的这个芯片，现在这一代呢叫做B 开头呢，叫 Blackwell 啊，叫黑井，下一代叫这个 Rubin 啊，下一代的这个芯片啊10G瓦，然后呢，这个 OpenAI 一扭头，说我拿了这个英伟达的钱1000亿美金啊，对吧？我再去投资 AMD 吧，然后呢，从 AMD 再去采购6G 瓦的。叫 MI450啊，去采购这样的一个芯片，说我们在做这样的6G瓦啊，这个呢，这个做完了以后 ，OpenAI 又跑到日韩啊，跟三星和 SK 海力士、韩国政府以及韩国运营商签了一个协议，说我们在采购韩国的存储芯片吧，对吧？它反正是一圈转下来。Oracle 又因为算力云租赁利润太低，股价下挫。这儿还没完啊！这个英伟达又投资了 XAI 20亿美金，对吧？这转着圈，反正大家就玩这些算力嘛。这个呢是 XAI 最近刚刚完成的一轮200亿美金的融资中的一部分啊。它这200亿美金里头有一部分是股权融资，还有一部分是债权融资啊。所以现在呢，真的是这个估值也上不去了，就只能是借钱了啊。那么这个里边呢，英伟达给了20亿。啊，这个英伟达给这20亿呢，还玩了个花活啊，做了一个叫 SPV 的东西，叫特殊目的载体。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做一个很特殊的目的。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购买英伟达的显卡啊，买完了这个卡以后，
再把这些卡租给 xAI 来使用啊，所以它是这样来去运作的一个方式。这种 SPV 呢，在现在做算力云的里头是挺常见的啊。OpenAI 跟 Oracle 的协议里头，实际上也是一个 SPV， 也是一个特殊目的载体，就是这些建的这些设备啊，到底是归谁的？现在可能大家都要出钱啊，一起来算，算完了以后呢，OpenAI 花钱把它都租走啊，$3000亿把它租走，然后呢，挣了钱以后，再在这个 SPV 里头把这个利润分配掉啊，它是这样来去运作了。啊，讲到这儿，大家说这么混乱吗？对吧？这个就这么点卡，这么点这个算力，还你投了我了，我投了你了，然后这互相买完了以后，这怎么乱成这样？说你这城里人也太会玩了吧？我们以前管这玩意叫城会玩啊，叫城里人真会玩。那么到底如何解读这个东西呢？大家注意啊，这个解读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去讲一个事儿，叫 G 瓦。对吧？这个里头讲的都半天都是啊，10G 瓦、6G 瓦，然后几个 G 瓦。G 瓦呢是 G A B C D F G 的 G 和 W 啊这2个字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个100万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啊，100万瓦的一个，但是要注意啊，G 瓦是一个功率单位。咱们经常讲多少度电啊，这个东西呢是耗电的一个能量单位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功率乘上时间就会得到这个能量单位，所以咱们讲度都是什么什么千瓦时嘛，就是有一个瓦还有一个小时啊，这是这么算出来的。那这个100万瓦，也就是说这个 G 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它呢是一台核电机组的发电功率啊，大概就是这么多，也相当于100万人口城市的峰值耗电功率啊。比如说一个在温带的城市啊，100万人口。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啊，他们的耗电的这个功率大概就是1G瓦啊，是如此的。现在呢，这个算力中心啊，基本上都是以 G 瓦为单位来计算的啊，就是原来其实很少有这种 G 瓦级的这种算力中心啊，但是新建的都是这样算的啊，1G瓦来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 OpenAI 说我们要做个10G瓦的啊，像星际之门大概是4.5G瓦啊，然后这个。像什么长江三峡大坝的发电量大概是22G瓦，长江三峡还是比较狠的啊，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那么我们把这个单位闹明白了，咱们来开始解读这个2个交易啊。咱们这次交易呢，就主要聚焦2个啊，一个是英伟达投资 OpenAI 的，一个是 OpenAI 投资 AMD 的啊，其他的交易我们就不管它了，要都展开了讲，这事儿就讲不明白了啊。那么解读这种交易呢，一定是要抓住要素啊，哪几个要素呢？时间对价啊，这个就是我到底出了多少钱啊，什么时间来出？然后呢，股份比例啊，就是我出了钱以后到底占你多少股，以及呢，权利和这个战略条款，对吧？因为你一旦投资了它了，对吧？你占了股份了，你就说，哎，我有哪些权利？对吧？然后哪些条款，像我们以前经常讲排他条款，对吧？你这个拿了我的钱了，以后就必须买我们家显卡，不许买别人家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叫战略条款啊，或者是叫优先买我们家的啊，同等条件下先买我们家的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去看这种投资协议的时候，就要看这几样数啊，看这几个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投资协议里头其实是签了，但是最终没法实现啊，或者没有办法完成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以完成其中一部分，我并没有办法全部完成啊。有的时候说我签了一投资协议了啊，这个投资协议里头，每过多长时间给钱啊？我们以前管这个东西叫里程碑付款啊，就是这个 milestone 啊，就是每过多少个里程碑或者达到一个什么条件以后，我就付哪笔钱出去。到最后如果有些里程碑就是达不到了，那钱我就不付了。对吧？但是不付了以后，那个股份怎么算，权利怎么算，对吧？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这2个交易它实现的可能性是什么样，以及这个他们为什么签这样的协议啊？干嘛要搞这样复杂的这种交易出来？还有呢，就是最终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咱们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就是来解答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啊。首先呢，咱们来看英伟达投资 OpenAI 的这个交易。他呢是2025年9月22号签的字啊，这个或者叫公布出来的吧，签字具体哪天我们没看啊，这天公布的。
里头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是1000亿美金。那么到底是多少股份呢？对吧？你说，哎，我花1000亿美金去买你股份去了啊，到底给多少？这个呢没有，没数。为什么没数呢？啊，因为呢它是要看这个钱什么时候到账，对吧？你按道理来说呢，我们都是说你现在这公司值多少钱啊，然后增资1000亿美金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于增发出这么多股份来，然后是归英伟达啊，以标准的这个比较简单的投资协议都是这么写的。但是现在呢，它不是这样的啊，它是按到账时间来算当时的估值。现在 OpenAI 值多少钱呢？现在 OpenAI 的估值是5000亿美金啊，世界上这个不上市公司里头最贵的一个就是它了啊。原来是字节跳动最贵啊，大概有个2、3000亿，现在是 OpenAI 最贵啊，5000亿了。那么在这个里头呢，英伟达说了啊，说我这个1000亿给你是干嘛使的呢？你要买我10G瓦的算力啊，你要采购回来啊，你拿我这钱去买去啊，买完了以后呢，分批采购啊，比如说明年下半年第一个1G瓦要采购到位啊，你要把它买走，然后呢，这个明年这1G瓦采购走了以后啊，大概比如说你花了100亿美金你采购了，然后啊，我到底占多少股份呢？看你明年花这笔钱的时候啊，OpenAI 的估值是什么，然后我来占这个股份。然后呢，又过了1年啊，然后你又要来买我的这个显卡了啊，然后你再去，比如说花了100亿美金去买，啊，还是在1000亿美金里头啊，你再去买，买完了以后呢，咱们看当时你 OpenAI 的估值是多少，然后我再来去占你的股份啊，它是这样来去占的。它假设吧，比如说这个1000亿美金分10份啊，每次100亿，每次100亿把它花进去，比如说10年之内把它花完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着 OpenAI 的这个估值蹭蹭蹭往上涨，然后这个叫什么呢？它所占的股份呢，就是每一个100亿占的股份不一样，越往后这个 OpenAI 的估值越高啊，它这100亿所占的股份就越少啊，就占的比例就越少啊，它是这样来算的。因为算股份的时候呢，有一种叫股数啊，就是你这个多少多少股啊，还有一种是按百分比啊。咱们中国人其实喜欢算百分比啊，美国人都是喜欢算股数啊，这个反正各有各的优缺点吧。那么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殊条款呢？对吧？特殊条款这里头特别有意思啊，它叫无投票权股份，对吧？你按道理说啊，我们是你的股东了啊，然后呢，该开股东大会了，对吧？我们就要进去投票去啊。我占的股份比较多了以后呢，还可以提名进入董事会啊，我还可能成为董事，对吧？我要去管理你整个的公司或者对你公司进行监督。但是呢，英伟达拿到的 OpenAI 的股份是无投票权股份，对吧？它不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要有投票权嘛。那么英伟达别说参加董事会了啊，就连股东大会投票的时候，他都没有权利在里头去投票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股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丧权辱国的条款呢？对吧？按道理说，给钱的人是大爷啊，对吧？你谁给了钱，谁是甲方啊？这个写合同，甲方乙方吧，出钱方叫甲方啊，提供服务方叫乙方。那么这里头出钱方肯定是英伟达，对吧？然后钱出了，还是无投票权股份，为什么呢？形势比人强啊！现在 OpenAI 就是比他厉害啊 ，OpenAI 掌握了 AI 行业的领军位置啊。这个 CUDA 对于这个其他人来说是很难逾越的天堑，但是对于 OpenAI、微软、谷歌、亚马逊这种大型企业来说，并没有那么难跨越啊，因为他自己有天下最好的工程师，对吧？然后它的应用也不需要说我这个为很多人服务，我只需要把我自己的大模型调通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其实 CUDA 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你也限制不住它。那么 OpenAI 既然已经去跟博通谈 ASIC 了，芯片了啊，他会去定制去了，那这事儿肯定是不行，对吧？这对于英伟达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啊，所以我再怎么丧权辱国，我都得把这个协议签下来啊，所以就跑去签这样的协议了。那么像 OpenAI 这样的用户啊，因为行业老大嘛，英伟达是绝对不能丢的啊，你必须得来。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比如说咱有一个花楼吧，啊，这个花楼里头啊，今天我们要捧一个新的姑娘出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定是要找一个
名家，对吧？这个德高望重啊，这个可以写诗词歌赋的人啊，您来这儿喝一顿花酒，然后给我们写几首诗，这个姑娘她不就红了吗？啊，那么这个英伟达实际上就干了这么个事儿，说，哎，这个 OpenAI 啊，您是一位这个德高望重的啊，因为至少在现在是行业领袖嘛，对吧？我们这儿有新的啊，比如说它叫 Robin 这个卡要去捧了啊，您坐这儿来，好好喝一顿花酒啊，您喝花酒的钱我出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也得跟股东交代得过去嘛，我出了这个钱啊，让您白喝了一顿花酒，对吧？这个我们得占这点股份，但是呢，我绝不指手画脚啊，我们是无投票权的股份，对吧？他是这样来去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啊，就是新的叫 Vera Rubin 出来以后，一定要找个德高望重的人坐下来，第一个下家伙啊，然后要给观望的人看一看啊，就旁边都观望着说，哎，这怎么样啊？这卡行不行啊？对吧？那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了啊，而且是德高望重的 OpenAI 来了啊，吃完了以后呢，活蹦乱跳的啊，没有被毒死，你们都放心买吧啊，大概就是干了这么个事儿。那么以后呢，每年发布新产品，对吧？这个英伟达嘛，每年都会有新卡出来，对吧？那么你每年都需要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坐下来，来，第一个下家伙的人就是你了，对吧？那么英伟达呢，也是树大招风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怕反垄断调查，对吧？你如果真的跑到这个OpenAI 的董事会里去了，那么英伟达大概率会被反垄断调查的。所以它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必须得把这个 OpenAI 留住啊，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谨慎一点啊，避免反垄断调查。那么 OpenAI 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条款呢？啊，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协议呢？啊，第一个有人给钱，对吧？还这么低眉顺眼的，不拿白不拿，对吧？你如果这个英伟达上来说我给你钱啊，我占你股份，然后我还要对你指手画脚，那这钱OpenAI 肯定就不拿了，对吧？一看上来，这个太有眼色了啊，那拿着吧。啊，而且呢，OpenAI 也确实缺算力，对吧？刚才我们这个写程序的也看到了啊，这个 token 不够使了，后边还有 Sora 上来了以后，大家也在玩得很开心，这个算力也不够使了，对吧？再加上未来的很多的这个项目还要继续做下去，对吧？它算力肯定是不够的啊。那么这边啊，这个瞌睡有人给送枕头啊，然后另外一头呢，OpenAI 也确实是穷，对吧？他真没钱啊，这个就真的是属于这种像大儒似的这种人啊。就是一方面呢，写诗写得很好啊，然后很受这个花楼的喜欢啊，另外一方面呢，自己又穷啊，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大家呢一起啊，把这个泡泡继续维持下去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吧？你如果说我把这个泡泡破了啊，大家发现做 AI 这事儿不怎么挣钱啊，那甭管是 OpenAI 还是英伟达都要倒霉啊。但是啊，告诉大家说，哎，这个花楼里边可好玩了啊，这个可有意思了。虽然花好多钱啊，但是真的特别棒啊。那么这个整个的生意的业态就可以继续转下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OpenAI 就签了这样一个协议出来。这是英伟达跟 OpenAI 之间的协议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下一个是谁呢？就是 OpenAI 怎么又跑去投资 AMD 去了呢？对吧？拿着这个黄教主的钱跑去投资苏妈去了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神奇了。啊，这个怎么能忍呢？对吧？这个交易呢，比刚刚英伟达那交易还要更奇葩一些啊，这个就更神奇，很多人就看不明白了啊，说到底是谁给谁钱啊，对吧？很多人一看这交易什么情况啊，对吧？这个 OpenAI 花钱买了 AMD 的卡，然后 AMD 又送了 OpenAI 一堆股份，而且送的股份呢，其实要远远超过 OpenAI 支付的芯片款项。对吧？现在的价格大概就是超过1倍 ，OpenAI 可能花这个几百亿，可能一开始就是100亿吧，然后现在呢这个 AMD 说我先给你一个200亿的这个股份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这到底怎么算的？而且 AMD 折腾了半天，对吧？这个自己拿股份换回来 OpenAI 来买它的这个叫做什么芯片，然后还请回一爹来10%的股份啊，这是它这不是小数量。像刚才这个英伟达去投资 OpenAI 都不敢说出来，说我到底要占你多少股份，对吧？都是等您到那个时候看啊，具体您的估值是多少，我按这个钱来给你折这个股份，对吧？现在直接就拿了10%啊，1.6亿股的股数啊，是10%的股份就拿出来给 OpenAI 了，这
10%妥妥进董事会的一个位置，对吧？这可没说是这个没有投票权啊，这个是标准的普通股，对吧？所以 OpenAI 拿到这个股份以后，是可以很开心的跑到 AMD 去指手画脚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像 AMD 这样的公司里头，如果有一个10%的股东的话，通常大概率是最大单一股东啊，所以这个AMD 到底咋想的，怎么干这么一个事儿呢？对吧？这个很多人可能想不明白。在这儿啊，在讲这故事之前呢，在讲这个事儿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故事吧。这个以前我在猎豹移动做投资的时候，实际上也做过这种案子啊。这个我们以前投过谁呢？有一个项目叫长城会啊，长城会呢其实是国内的一个算媒体吧，就是他每年办那个互联网大会啊，每年办很多很多这样的活动啊，是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有一次啊，这个我的老板就上来找我来说，去把这个项目给我投了。那我说这都多少年的项目，涨也涨不大，也退也退不出去，你投它干嘛呀？对吧？投这种项目你肯定不挣钱的呀。后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叫做这寅吃卯粮的投法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公司里头啊，每年人家开这个互联网大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参展啊，要给人会员费啊，要去给人参展的费用啊，这个也挺贵的。对吧？后来人家有一次长城会的人找到我们说：“哎呀，这个你能不能一次把这个未来5年的钱都交了？”我说：“这凭什么呀？对吧？”他说：“这样，算你投资我啊，然后呢，你就把未来5年的年费都交给我，你未来5年不用交年费了。然后呢，算你还占了个股份，你还可以对我指手画脚，还可以要求我们未来向哪个方向去给你们宣传。”哎，我说这个也行啊，这也算是一个挺划算的生意，对吧？你有一媒体天天替你说话。啊，天天这个给你敲边鼓，给你这个后边吹牛皮，对吧？然后你还把未来5年的年费等于变成他的股份了啊，一个钱变2份了，啊，这个在账目上呢还有一些变化。原来你比如说我就交个年费啊，做了个广告，对吧？他就算纯费用就支出出去了。现在呢，等于我算了一笔投资，对吧？他做账也做得更好看一些啊，我们就开开心心去把它投掉了啊。大概当时还做过这种事情，所以 AMD 跟 OpenAI 之间这次的事情呢。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也有点寅吃卯粮的一个概念在里头。那你说这个英伟达能忍吗？对吧？拿着你英伟达投资的钱去投 AMD 这事儿，他能忍吗？对吧？这个还记得刚才咱们讲这个交易条款吗？它叫无投票权股票，对吧？英伟达你压根就没有权利反对，对吧？如果你有权利反对，就等着这个美国司法部去给你做反垄断调查就完事了。所以他是这个必须得认啊，这英伟达就算忍过去了。那么好了，咱们来仔细的掰扯掰扯啊，这个 OpenAI 投资 AMD 这交易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交易具体怎么做？首先对价是多少钱啊？到底是花多少钱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它呢也是在明年啊，也先要交1G瓦的这个芯片出来。啊，1G瓦呢，其实是一个功率啊，咱们刚才讲了，1G瓦的机房里头，真正这个叫 IT 功率大概是占0.83还是0.8几啊，剩下的呢是空调啊，这个灯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个建筑用电啊，就是你真正的机柜用电大概是，刚才咱们讲1G瓦是这个100万瓦嘛，它的这个功率应该是。83万瓦，大概是这个算力的芯片，所以呢，它在明年年底需要交出这个1G瓦的这个芯片出来。这1G瓦的芯片呢，大概是值几十亿到100亿美金，但具体值多少钱呢？现在并没有说清楚啊，因为 AMD 呢，通常还是要去比这个英伟达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具体呢要看芯片和系统的一个报价了。它这个事儿的锚点是必须要有的，就是我们做现在这个项目，说我到底卖了多少卡给你啊，然后到底是怎么算啊，它是要有一个锚点的。整个这个协议是6G瓦的算力中心啊，然后呢，2026年下半年先交付1G瓦，后面呢每年上新货，也是请 OpenAI 来，您先下家伙啊，下完家伙以后给我们留下一些诗词吹捧一下。对吧？让别人敢去买这个芯片啊，否则的话，谁都不买它的芯片，这事儿也没法整啊，对吧？那么这部分钱呢，是 OpenAI 要分批次交给 AMD 的啊，大家注意，这是买芯片的钱，
是 OpenAI 要真金白银的付钱的啊。那么它这个6G 瓦的话，大概最后应该是会付到600亿啊，500亿到600亿美金。然后呢，明年大概是100亿美金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下面一个部分呢，就属于比较绕的部分了啊，就是前面比较好理解，就是 OpenAI 向 AMD 买芯片啊，这个1G 瓦100亿，1G 瓦100亿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后边呢叫一个东西，就是稍微绕一点，叫 Warrant 啊，WARRENT，实际上是一个承诺啊。这个像我们以前其实经常去遇到 Warrant 这样的条款，就是我们经常是在协议最后有一个 Warrant 条款，或者有的时候会专门签这种 Warrant 协议。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像我们以前呢，这个经常在拿到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叫硅谷银行啊，但是这个银行现在已经挂掉了。硅谷银行经常会跑出来说我要跟你签这个协议啊，为什么他会跑出来签这协议呢？因为硅谷银行是很多的基金，像什么北极光啊、真格呀什么，它都是这些人的 LP，就是钱是由硅谷银行出的。然后硅谷银行呢就跟这些基金签了一个协议，说你们投什么案子，你必须要告诉我啊，告诉我完了以后，我去给他们放贷款啊。当时我们也是拿了北极光的一笔钱，拿完了以后呢，这个硅谷银行的人就找到我们了啊，说这个现在你们已经是被北极光投了啊，我们相信北极光的眼光啊，然后这个我要给你放贷款了。后来我说我们也不缺钱啊，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不用抵押，免抵押贷款。我说那你凭什么呀，对吧？你怎么就相信我们呢，对吧？他说我们就是给你签这个 warrant 啊，这个我们相信啊这个投资机构的眼光，然后呢我给你一份贷款啊，到时候你就还啊，然后还完了以后你可以接着循环去贷，但是呢前提条件是你要跟我签这个东西。然后当时这个硅谷银行的 warrant 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说一旦啊你上市了，或者说未来5年你上市了，我有权利按照当时啊，他给我放贷款的时候我的估值啊，去给我投资一笔钱进来啊，占我一个股份啊，它是这样的。你想，我们比如说当时 A 轮啊拿到了这个它的贷款，然后等到上市的时候，可能已经 C 轮、D 轮了啊，这个价值已经涨了好多倍了啊，可能涨了10倍了。但是呢，他还是有权利继续按照当时那个价格再去占我一些股份啊，当然这股份他还得花钱买啊。这个不是白送给他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我承诺啊，这个未来我们按照一个什么约定的价格来做这个事儿。那么现在这一次呢，就是 AMD 给了 OpenAI 一个这样的 warrant 啊，这个 warrant 呢是最高1.6亿股啊，占10%啊，就是现在的 AMD 的所有的股份的10%，就是1.6亿股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当然了，这个1.6亿股呢，并不是说现在 AMD 在市面上流通的股份啊，它是要增发出来的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呀，你一增发股份了，这股价是不是要跌啊？因为大家注意，一旦增发股份了以后，等于每一个持股人的你手里的权益就会被摊薄啊。但是呢，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站上了 OpenAI 这条大船了啊，所以不用害怕这个事儿啊。而且这个1.6亿股呢，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去增发，只是说我们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什么时候开始增发呢？就是这个未来啊，这个什么时候这个 OpenAI 买了我的芯片了啊，他花了钱买我的芯片了，我就把这个股份增发出来给他啊，他是这样的，而且也是分批次，对吧？可能比如说6几瓦啊，每次1几瓦，每次1几瓦这样的分6次啊，交给这个 OpenAI。那你说这个也是有底价的呀，对吧？那么这个AMD 这股份的底价是多少钱呢？1美分1股啊，这个就特别便宜。对吧？1.6亿股，也就是160万美金啊！你到时候把这160万美金付给我啊，然后这个就算行权了啊，就算执行了这个 warrant 啊，你就拿到这些股份了啊，是这样来算的。目前呢，这个增发的动作还没有开始做啊。那如果一切顺利，会变成什么样啊？咱们先不管说这个其他幺蛾子，就是一切顺利都往前走了。明年下半年第一个1G瓦交易完成 ，OpenAI 也给钱了啊！大家注意 ，OpenAI 要先给钱。然后 AMD 要供货，哎呀，真的把这个芯片给它装进去 ，OpenAI 也验收了，没毛病，还出来表演了一下啊，吟诗作赋一通，说啊，这个确实很爽啊，这个芯片非常非常棒。那么第一批的 warrant 就兑现了啊，增发股票，然后按照1美分的1股的价格，让这个 OpenAI 去行使这个权利啊，他就去把这个
就成为这个 AMD 的股东了啊，但是并不是说这10%都拿走了啊，只是第一批。行权过程呢，这 OpenAI 肯定就赚到了，对吧？这个按照交易公布的这个之前的价格，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交易公布的话 ，AMD 的股价直接涨了24%啊，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按照交易公布之前的价格，1.6亿股值多少钱呢？262亿美金，对吧？你在这个时候 ，OpenAI 付的这个160万美金，对吧？1分钱1股嘛，对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对吧？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便宜了。那么在公布之后 ，AMD 的股价已经累计上涨了43%了啊，就是它第一天涨了24%，然后后边接着涨，最后涨了43%了。所以现在这1.6亿股已经不是262亿美金了，已经是381亿美金了啊。所以这个 OpenAI 已经赚到了，而且呢，它不同的批次，就是它要分很多批次啊，这个去成熟这些股票啊，每一个批次呢，它有不同的行权条件。第一个批次就是你把这个芯片拿走啊，把这个钱付了啊，验收成功，然后上我这吟诗作赋一下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第一批就搞定了。最后一批是比较神奇的啊，最后一批要表演的节目就不一样了啊，最后一批的这个条件是 AMD 的股价要达到600美金一股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宣布这个事情的当天啊，这个股价是从164美金涨到了203美金啊。如果他想把这个所有的1.6亿股都行权完啊，那么最后的这个要求是你要能涨到600美金啊，那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你想1.6亿股600美金多少钱了？这个960亿美金啊，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那么 OpenAI 可以卖股票的，那么 OpenAI 可以用卖股票的钱去支付 AMD 的货款吗？啊，你说，哎，我这边啊拿着你的芯片，你把这个股票给我了，然后我把这股票卖了，然后我拿这个钱去付你的芯片的钱，行不行？啊，这事不行啊。咱们粗浅的算个数吧，现在呢，基本上这个1G瓦的芯片是值多少钱呢？大概就是100亿美金。啊，你像刚才咱们讲了啊，英伟达给他 OpenAI 的投资1000亿美金，就是这个多少啊？就是10G瓦，对吧？那么它现在这个呢，就是啊，按照这个6G瓦去算啊，所以基本上是这个100亿美金是1G瓦。当然这个 AMD 呢肯定要稍微的便宜一点啊，这个未来可能每1G瓦的这个芯片数还要会下降一些，对吧？这个永远是造的越多越便宜嘛。那么最终假设吧，这个所有的交易都完成了啊，6G瓦都交付了，那么 OpenAI 需要向 AMD 支付呢，可能500-600亿吧美金的样子啊，不会是到600亿。我相信它这个 AMD 的1G瓦应该没有英伟达的贵啊，可能500-600亿，也没准是400-500亿啊，这样的一个钱把它付掉。但如果这个股价真的涨到了600美金一股啊，就是 AMD 的股票，那么 OpenAI 也一直都没有卖这些股份啊。你比如说我前头拿到的这个股份，后来我卖了，这事儿不算啊。假设他也没卖，那么这1.6亿股的话就是960亿美金啊，所以这个铁的是 OpenAI 赚到了。那你说这事儿算不算空手套白狼呢？这个第一个啊，这个160万美金的行权价格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因为1美分一股嘛，你跟现在这个已经200多、300多美金一股了，已经200多美金一股了，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拿到960亿美金的股票，还有投票权，对吧？10%大概率还能进董事会了，啊，只需要支付500-600亿美金的货款就可以了。那我这头啊，把这个股票一卖，这不是空手套白狼不就行了吗？啊，这个不行啊，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 warrant 通常是有锁定期的，就是你拿到股份以后多长时间你不能卖，对吧？这个是要约定的，要不然的话，你这边 warrant 一签啊，这个一行权马上就卖，这股票不就跌了吗？啊，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的啊。但是呢，就变相一下 ，OpenAI 还是可以干这个活的。怎么干呢？虽然你这股票不能卖，但是你可以把股票抵押给银行啊，对吧？银行是收这个东西的，啊，它算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虽然它有一个锁定期，但是你只要锁定期过了啊，这个我银行还是可以拿出来卖的，所以它的价值银行是承认的。所以基本上 OpenAI 做这个交易呢，算是空手套白狼的交易。
那咱们再问下一个问题啊，OpenAI 可不可以拿英伟达的钱去支付给 AMD 呢？啊，不行啊，专款专用，英伟达也精着呢，对吧？英伟达的钱必须去买英伟达的芯片，我也不可能说把1000亿都给你，然后放你账上趴着，对吧？你什么时候需要买我芯片了，我什么时候就给你把这个账打过去啊，然后你再把这个芯片提走，这个钱又回到我账上去了，对吧？在你那儿可能还没捂热乎呢就回来了啊，他是这样来做的。所以呢，OpenAI 也别惦记拿英伟达的钱去这个支付 AMD 的货款啊，所以这事都是不行的。那 AMD 这步棋呢，虽然看似无耻啊，但是呢，真的是走对了啊。为什么圈子里头只有一位榜一大哥啊？就是 OpenAI。本来呢，AMD 都已经掉队了，对吧？前面这个英伟达一骑绝尘啊，完全看不见了。后边博通又上来了啊，就是所有定制芯片都是博通的，像什么谷歌呀、微软呀、亚马逊啊，就是这些人去定制芯片都是找博通去定制啊。那么博通占30%，对吧？这又冲上去了。那么 AMD， 你说我做了这么半天显卡，做了半天算力卡，完全没上去，对吧？掉队了，这事不行。现在只能倒贴啊，没有什么好说的，冲上去说这个自荐枕席一下啊，榜一大哥，这个以后每次 AMD 有什么新货色，您也上来品鉴一下，对吧？这个吟诗作赋一番啊，这个是不是 OK 啊？而且呢，我们跟这个英伟达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不但可以让榜一大哥上这儿来去这个吟诗作赋啊，我们还请这个榜一大哥直接进入董事会。对吧？以后再需要什么样的货色，您自己调教啊，自己说您说了算啊，我们就让您来管理公司就完事儿了，对吧？这就是 AMD 干的这个活儿。所以这个交易，第一，OpenAI 给钱去买芯片；第二，这个 AMD 说我把这个股份给你啊，你只要满足条件了以后，你可以行权得到这些股份。第三，OpenAI 啊，你这个股份已远远超过啊你付给我的货款啊，这个价值肯定超多了。甚至超1倍都多，对吧？然后啊，你还可以到我这儿来进入董事会啊，对我公司来进行管理啊，对我进行监督啊，它是这样来去运作的一个方式。那你说 AMD 这个交易有可能顺利运行吗？啊，会不会执行到一半出问题了？啊，这个交易呢，要比前面英伟达那个交易要难很多啊，这个非常非常难。英伟达的交易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为什么？英伟达有钱啊，对吧？钱是英伟达自己出的。芯片也是他的左手倒右手，然后这边这个钱向你那转一圈出去了，然后这个我就直接把芯片给你，不就完事了吗？对吧？所以这个交易呢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只要是这个 AMD 说啊，只要 OpenAI 说我后边还继续建机房啊，那这个交易就可以做完。啊，这个 AMD 的交易里头呢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必须是 OpenAI 先出钱，向 AMD 去买它的芯片，而 OpenAI 是真穷。对吧？必须要去使用各种各样的金融手段才能弄到钱啊，所以在这一块呢，这个交易要稍微的有一些不确定性。交易顺利执行的最大前提是什么？就是 OpenAI 和整个 AI 行业是不能塌房的啊，你必须要接着往前走啊。过哪天说，哎，这个德高望重这老大人塌房了啊，他不举了啊，那这事儿就完蛋了，对吧？这后边整个大家这个行业就废了。啊，所以只要它不塌房，OpenAI 应该还是能够融到钱，能够借到钱，接着可以玩这个事情的。那你说 OpenAI 到底在干嘛呢？对吧？这头买了英伟达，那头买了 AMD，后头还跟博通，对吧 ？Isis 芯片定制去了，他到底想干嘛呢？小孩子才做选择，对吧？成年人我全都要啊，人家是全都有啊，Isis。这个博通的 Isis， 英伟达的这个算力卡 ，AMD 的叫 MI450啊，我都要。而且呢，我永远要最新的啊！你们谁家出了新的，你都得上我这儿来啊，让我先品鉴一下，给你吟诗作赋一下，否则的话你卖不上价钱去，对吧？我不承认你是花魁，谁也不承，谁也没法认，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没人敢来消费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呢，OpenAI 这牌子已经立起来了。对吧？他没下过家伙的这个卡啊，就没人敢用，也卖不出钱来啊。还有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英伟达啊，就是 OpenAI 真的没钱啊，他真穷啊，想让这个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 OpenAI 去试试水，就必须得给钱啊。所以甭管是英伟达也好，还是 AMD 也好，你都得把钱拿出来啊，然后我们才去这个上您那儿去这个啊。
看一看这个歌舞啊，然后这个做一做诗词歌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 OpenAI 想就干的事情，利用它现在老大的身份啊，多吃多药。很多人说这个星际之门到底怎么样了 ？Stargate 啊，咱们前头也讲了 Oracle 的星际之门，咱们想的这些到底算不算啊？左手倒右手还是左兜揣右兜？这刚才咱们讲的这么多，这个又10G瓦又6G瓦，算不算星际之门？不算啊，这个是两回事儿。星际之门是另外一套协议啊，它是4.5G瓦啊，这是星际之门的。Oracle 发财报里边公布那个3000亿美金 OpenAI 的租赁费用。实际上就是租赁这4.5G瓦的这个星际之门的算力的啊，它是这么样来算的啊，在这里头呢，另外需要成立一个 SPV 啊，就是特殊目的载体啊，这个是单独的一笔糊涂账，这个钱呢大概率是谁来出呢？是孙正义来出啊，就是软银来出，出完了以后呢，他们再去英伟达去买芯片啊，然后买完芯片以后，把这个算力中心弄起来，然后由这个 OpenAI 去租赁啊，这个3000亿美金租赁啊，这样来做的。那么现在呢，英伟达10G瓦 ，AMD 6G瓦，还有博通啊，就是这个 OpenAI 在博通身上到底整了多少个 G 瓦出来，这事儿不知道，对吧？现在有大量的这个算力中心正在路上奔跑，到明年年底。啊，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一部分啊，这个不可能全都竣工，可能到2030年吧，这些应该都可以竣工了啊。那大家到底在抢什么？都在这疯狂在这折腾啊！现在 OpenAI 可以确认到2026年会新增2G瓦，对吧？英伟达1个 G 瓦 ，AMD 1个 G 瓦，这2个 G 瓦是可以涨上去的。Oracle 呢 ，Stargate 的4.5G 瓦，2026年大概会新增1G 瓦，剩下的后边慢慢见吧，这也没办法。XAI 200亿美金到手，按道理呢，它应该可以构建2G瓦的啊，但是呢，这个也许还要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算它搞1G瓦吧。这个英伟达给了20亿美金，大概够它做0.2到0.3个 G 瓦的啊，基本上咱们就是100亿美金1G瓦。然后微软的算力中心啊，这个现在人家讲了说我们要投入800亿美金去建立新的算力中心，那就又是8个 G 瓦出来了。谷歌啊，现在呢，它对外透露的是，它跟人签了一个8G瓦的用电协议，对吧？那谷歌这边也有一个8G瓦在等着呢。美塔大概还要再整个1G瓦。阿里700亿的算力中心投入啊，这个是按人民币算的，那大概也是1G瓦，对吧？700亿人民币差不多也是1G瓦出来了。字节呢，大概率也会有1到2个 G 瓦会冲上来。当然，中国订单呢不太好算啊，因为有一部分中国订单会部署在海外。如果在国内的话，他们可能这个芯片还比较耗电，因为它一旦是使用了华为的芯片的话，它的耗电量大概是，就是同等算力的耗电量应该是英伟达的好几倍，所以呢，这个直接这么算就不太好算啊。而且国内的这些算力中心好多它是不走台积电的啊，就是他们是在中芯科技啊或者在国内的一些芯片厂去做出来的啊，7纳米或者是一些更低制程的算力芯片啊，所以呢，咱们就不算这个了。大家想想，最近还有哪个地方在喊 G 瓦没有？年初董王去中东还签了堆协议呢，对吧？阿联酋5G 瓦，明年至少有1G 瓦要落地。沙特还签了一大堆的算力中心合同，大概率明年也能落地1G瓦。这个欧洲也在建啊，欧洲、法国、英国、欧盟，每一家都规划了1到2个 G 瓦的这个算力中心上来。这你想这加起来多少个了？10几20个了，对吧？20几个了，20几G瓦的算力中心上来，天哪，电不够使了。这个吹牛是要上税的，对吧？到明年这些东西都建起来咋办？现在的问题其实压根儿不是电的问题，你需要这么多芯片啊，甭管是 AMD 的芯片，还是博通的芯片，还是英伟达的芯片啊，这些人呢都是叫 design house， 他们是设计师。他们是不会代工的，他做不出芯片来。谁能做出芯片来？现在全世界能做出这种芯片的人只有一家，就是台积电，他能做出来啊。英特尔跟三星现在都做不出来。那你说台积电一年到底能做出多少个 G 瓦的芯片来呢？这事儿我今天让这个 ChatGPT 算了半天啊。台积电做出来的呢是多少晶圆，多少芯片，对吧？然后这些芯片再组装成服务器，然后按 NVL72的这个对外公布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对外公布的功率啊，以及呢算上这个
这个空调啊什么这些功率都算一块啊，这个都算完了以后，粗略计算的话，台积电的产能大概是1个月1G瓦，也就这点了，它做不出更多的来了，对吧？所以台积电1年的话，大概也就是产出10到15G瓦左右的芯片出来。那么这10到15G瓦里头呢，一半左右大概是英伟达啊，剩下的可能30%是博通，还有一部分是 AMD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AMD 现在已经锁定了1G瓦嘛，这1G瓦能卖掉，而且呢，如果 OpenAI 买了它1G瓦，它没准还可以在外面零七八碎的再卖掉个可能这个1G瓦或者是稍微不到1G瓦的一个样子啊。AMD 现在也有了，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么多。那你说刚才咱画那饼好像比这产能大呀？对吧？这边就能生产出10G瓦来，刚才咱们数了半天，已经快20了，对吧？那这个怎么办呢？到底是谁先得着，谁后得着呢？反正大家先计划着呗，然后就看融资能力到底谁拿到钱提货了谁就拿着这些芯片四处去发去四处去接着吹牛讲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摆足了架势融钱，这个调动资本抢芯片产能这个像我们以前其实遇到过类似这种事情记得那个时候做电子书的时候，他们就干这种事儿。因为我在盛大的时候做电子书嘛，当时跟汉王2家去抢，汉王就是一下单，然后把所有的电子纸的这个产能给你抢干净，让其他人买不到，对吧？包括现在咱们看到这个高通芯片高通每一次出旗舰芯片，小米说我一定要首发我被骂我也要首发，为什么？他就要去抢这个首发的产能，我要先分配，对吧？那么高通谁可以先发，谁可以后发？是跟你订货量相关的，对吧？那么小米一定是第一个发的，后边的才是什么摩托罗拉呀，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厂商才能够去买到它的芯片，对吧？谁先出来，谁是有先发优势的所以现在大家在抢这个芯片的产能，不是抢电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费劲但是芯片你造不出来就是造不出来，这个真没有。而且呢，谁拿到了这些芯片，这个谁就赢在起跑线上了没有拿到的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为什么呢？就是有了算力中心，整个区域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都会加速的。你们拿不到这个东西你可能就会落后，这个真的是起跑线。那么未来，也就是在明年整个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呢？到了明年AI 会变成基础设施就像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移动通讯或者是云计算一样。对吧 ？ChatGPT 等客户端会逐渐的走向免费。现在虽然我们还1个月交$20但是以后会慢慢的免费下去。你像国内豆包、通义千问、什么腾讯元宝、DeepSeek 都是免费的，而且功能都很强大这个一定是趋势如此。现在甭管是 ChatGPT、Grok 还是这个 Gemini， 都在不断的向免费用户开放更多的功能，就是想抢市场。就是说我们进行这种白热化的竞争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至于 token 的价格就是说我们现在去使用这些 token 写 API 或者说做应用用这些 token， 这个 token 的价格会一直往下降这个不用太担心。而且真正能赚钱的人呢，也不会在意 token 的成本。这个玩意儿就有点像咱们用手机套餐似的，对吧？大家谁会去在意说我这个手机套餐到底是用了多少流量？其实你用不完。对吧？我现在1个月我想不起来套餐多少钱的了，对吧？那流量从来没用完过，用呗还有很多就直接是叫这个什么呢？自助套餐就是永远这个无限流量套餐，对吧？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这个 token 的价格也会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只要交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会员费然后你就无限的你就使去吧它可能会变成这样，基础设施化嘛。那么通过 AI 进行交易和盈利的能力，其实在不断的上升，就特别从现在开始看这个 AI agent 上来了各种的用 AI 变现的方式都起来了。所以做 AI 最终还是要去交易做这个1个月$20和这个 token 收钱这个事儿是挣不出大钱来的。那么现在是最后的一个关卡为什么叫最后的关卡？现在的 AI 还是不挣钱，还是在烧钱的。只要是把这个关卡蹭过去了成本继续下降，盈利能力不断上升，那么很快这个行业就会转到一个这个健康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英伟达投资了 OpenAI，OpenAI 又去投资了 AMD，大家到底在干嘛？都在争分夺秒的让大家让自己先拿到算力让自己能够不掉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让 AI 向基础设施化发展的这个进程进一步的加快，最后就看哪一些国家可以更快的让 AI 基础设施化，对吧？美国这个肯定是跑在头一个没问题，中国的话现在在努力的追赶吧。我们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芯片非常非常耗电我们的模型可能也没有人家好使，但是反正也能使而且我们也舍得花钱这是咱们的事儿。至于其他呢，中东土豪他们是有钱，也有电他们反正有的是油，然后沙漠里头甭管是风也好，还是太阳能也好，也有的是，对吧？他们也有这电，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没有应用，对吧？你就算是把这些卡都插那儿了，你没地儿使去，所以他们现在呢也在四处投钱。你比如说像这个星际之门，对吧？那么中东土豪也会给钱，说我给你钱，你在那建完了以后，你挣着钱你分给我，对吧？法国的这个叫做一吉瓦的项目叫法阿一吉瓦，就是法国跟阿联酋一块合建的一吉瓦，对吧？阿联酋给钱，给完钱建在法国，然后你们用完了以后跟我分钱，对吧？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些东西。至于其他的那些我既没有钱也没有这个前期应用的，可能就要靠中国的一带一路去拯救小伙伴了这个我们明年拭目以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反正讲的稍微有点荤段子的感觉吧。这个大家到底在干什么这个但是呢，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么个事儿。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都留了什么样的评论今天人好少没关系。10亿瓦没有吉瓦，吉利的吉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没有亿。左脚踩右脚，原地升天。是的，其实大家都在维持这个泡泡不破只要顶过这一个点这个泡泡就算是彻底的健康了但是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老范都给啥 AI 工具充值了这个我这里是有 Midjourney、极梦，然后这个叫什么 OpenAI这都是充值了，还有这个 GitHub Copilot这个我也是充值了的，其他的就没了我现在大概就是这些，剩下就是买各种 token 了就是各种的各家的 API 的 token 我大概都买过。老范听那首没出息了吗听到了挺好听的，没问题。VS Code 薅羊毛也挺不错续费不是$10吗？涨价了吗？没涨价应该我是$100买了1年的去年买的，但是今年我就不打算再买了。来了，点赞欢迎欢迎点赞。正好听到老范拿花楼比喻讲故事，好吧，这个我也大家就听着个开心呗。OpenAI 又要租机房，又要问 AMD 买芯片，钱还够吗？只要这个房不塌这个它就够，它总能借到钱。来了我在多特斯拉，空百度，这个跟我没关系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2倍速追上没问题。还是你们投资圈会玩各种交叉协议一大堆，这个像我们都属于玩的还比较淳朴的这个吃补刚健吧，这个真正会玩的还有很多其他玩法。距离 AI 步入常规发展前，是否会先经历一波泡沫破裂，就像互联网泡沫破裂那样？这件事真难说现在大家都不希望经历这个事儿，但是可能很难避免。蹲一个骚扰2有谁有骚扰2的那个邀请码没有？给他发一个。
我们有一位会员啊，赶快发这个小铃铛。这个美股有啥投资建议？特斯拉还能入吗？咱们这个频道从来不做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虽然我们会讨论这个事儿，但是呢，最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挣了是你的，赔了也别骂我。老范有投啥 AI 美股吗？没有啊，我现在都是这个一堆基金，我懒得去折腾这些事儿。如果这一关过不了，后面短时间内就很难爬到现在的市值和估值了。是的，OpenAI 和如果资金链断了，龙头老大马上就被人分食啊，是这样的呀。所以他必须要保持这个事情坚持下去啊，这才是整个故事能够讲下去的一个过程。其实大家应该也不会让它断啊，这个还是会想办法保护它往前走。没钱了呢，甭管是英伟达呀，还是其他人都会想办法给他钱啊，因为一旦它断了以后，就是所有人都会倒霉啊，老大一般都会被顶住的。好啊，今天热热闹闹的讲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大概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今天好像大家讨论的不是很激烈啊，这个当然没关系了，可能讲这个故事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偏投资故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讲成这个花楼的故事呢，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可能稍微有点枯燥，所以充实一些更有趣的东西进来。然后要注意啊，这个昨天冲了 Codex 啊，今天很 happy 玩了一天，确实比 Tree 啊这个比他们强太多太多了，对吧？Codex 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预告一下，明天上午10点会有一个直播啊，我会去跟土拨鼠聊一下这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量子隧穿啊，因为这个算感兴趣吧，毕竟是跟量子芯片、量子计算有关啊。但是呢，太具体的跟这个量子物理有相关的事情呢，让土拨鼠去做功课吧。所以呢，明天早上10点我们还有一场直播。我可能晚一点吧，会把预告发出来啊。有问题，但想不到问题，什么意思？这话说的好怪。如果未来只给 OpenAI 发新股，那如果转股全完成了，岂不是 OpenAI 就是 AMD 最大的股东了？对，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资本游戏很难搭上话，咱们可以搭花楼的话嘛？啊，如果你们都不想搭话的话，我就准备休息了，因为明天早上还有一场，这个就还要折腾很多事情啊。而且，你看我们在前面做这个什么做直播的时候，后面他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已经把这个后边的项目给做完了。就是我的这个叫什么，我的这个 Codex 在后头还在干活呢，啊，还是不错的。然后给他一个指令，又去干活去了。英特尔以后是不是不行了，被抛弃了？没有啊，这个很多人给他钱啊。你像英特尔，这个美国政府给了钱了，对吧？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把原来的债转成股了。然后这个就是说我接着给你钱，你去建这个美国的这个代工厂啊，不许把它迁走啊，不许把它分割掉，那么变成股份了。然后呢，这个谁呢？这个英伟达啊给了钱了啊，然后说我们一起好好合作。软银也给钱了，对吧？英特尔现在大家都在拉着它往前走啊，就是希望它能够不掉队。OpenAI 除非上市了啊，不然会一直这么在这个圈子里绕。
OpenAI 呢，后边还是要看它这个叫非盈利机构那块怎么弄啊，弄利索了是可以上市的啊，但是弄不利索会稍微有些费劲。你像这个谁，字节跳动到现在不也没上市吗？字节跳动就是 TikTok 这事儿，如果落不了听儿，它就永远没法上市啊。如果 TikTok 这事儿落听了，没问题了啊，那就可以过去。但是以现在这个状态来看，估计是废了，对吧？美国现在对中国船只加税，中国又对美国船只加税，中国就是不买大豆，然后又在不停的说，这个也不许出口，那个也不许出口，这个我觉得现在不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必须是向正向发展的时候，它这个项目才有可能过关啊，否则的话是没法弄的，对吧？咱们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事叫一码归一码。对吧？肯定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然后你今天这样我了，去年那样我了，然后这个你现在还有脸来跟我说话，咱们就都别谈了啊！这个我估计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打个招呼，点赞一下，欢迎。明早要上班啊，那好吧，上班可以摸鱼看嘛。我现在工作完全离不开 Cursor 了啊，中度使用，每个月$60。我现在我觉得在 VS Code 里边直接使用这个 Codex 还是很爽的啊。今天是实际上这2天在试这个叫 Specify 啊 ，Specify 这个回头我去录一期会员节目吧，跟大家讲一讲 Specify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玩啊，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但是可能对于非程序员来说 ，Specify 是不是那么友好的一种东西。AMD 也让英特尔去代工南桥了啊，是这个反正英特尔看看能不能活下来吧，大家都在支持它。见面之前拉高各自声浪，多换点筹码啊，也可以啊，对啊，就是该吹的牛还是要吹嘛。周末患者多啊，摸不了，好吧？啊，这是个大夫，这是个，那么咱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啊，咱们这个今天我也早点休息，因为今天这个故事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点这个枯燥吧，也只能如此了。好，咱们现在进入正常的这个叫做更新节奏了啊！11长假也过完了啊，后边会尽量的不断更啊。明天我们就继续去这个直播就好了啊，咱们一步一步继续向前走。我的英特尔 CPU 缩缸了啊，那你比较倒霉。我不是不想评论，出门晨走，今儿真冷，手冻僵了，打字龟速，你还是注意安全吧。那天看了一篇帖子，芯片圈大佬都是华人，现在 AI 圈话事人虽然不是华人，以后大概率是华人。N 多年以后，世界会不会，这个成为2种华人群体的 battle？其实不会的。你们看看我今天画这个封面啊，我是用的，诺奖海报的风格画的封面，上面一共3个人，代表2种人，是华人跟犹太人。啊，山姆奥特曼是个犹太人，所以呢，在这个圈子里头，山姆奥特曼、伊利尔什么一大堆人都是犹太人，然后呢，还有好多是东欧的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是华人，对吧？所以是这么一帮人在这折腾，不是都是华人折腾啊。你放假期间更新的好像比平时更多吧？没有没有没有，放假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停更了1次2次的。好，那大家就明天早晨10点见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